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千梦君。如果一集动漫将海贼王、龙珠和美食的俘虏这些大型 IP 的主角聚集在一起，那么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？由国际美食机构举办的天下第一大胃王赛，在伟大航路某个海岛上拉开帷幕，获胜者可以吃到天下第一美味的黄金牛肉。这场比赛的竞争十分激烈，参赛者有来自世界各地的海贼美食家。这场竞技的路线可以随意选择，除了飞在天上，可以使用任何的手段。最先抵达这座岛中心竞技场的人则为获胜。随着一声铜锣响，比赛正式开始。各路参赛者们蜂拥奔向美食森林，向中心地带冲去。这时，在比赛的起点处，地面突然剧烈震动坍塌，参赛者们随即被卷入沙坑之中。从沙坑中钻出一个巨型的生物，捕获等级40的巨大昆虫巨型蚁狮。它的攻击让所有人都深陷沙坑之中。难道比赛刚刚开始就要全军覆没了吗？不，随着镜头向远处聚焦，可以看到有几个我们熟悉的身影正奔向森林。有美食四天王之一的萨尼和他妹妹玲，美食四天王之一的阿鲁以及他的搭档小松，另一伙是新世界最受关注的海贼团草帽一伙。话说草帽一伙和阿鲁他们似乎交情不浅，彼此很熟悉呢。这也不奇怪，路飞这种吃货怪咖很有可能广交天下所有美食家和厨师。第三伙奔向终点的参赛者是超级赛亚人孙悟空，他可是参与过多次宇宙级决斗的变态级选手。除了他之外，还有他的怪物团队孙悟饭、孙悟天、特南克斯、人造人18号等人，这些分分钟毁灭世界的角色参加比赛，难道比赛的结局还有悬念吗？此次比赛的主持人就是多年来一直主持天下第一武道会的黄发哥，而解说则是由举办方曼萨姆所长担任。另外还有一位重量级特邀嘉宾，就是天下第一武道会冠军，自称宇宙第一的传说级男人撒旦。此时克林等人以及乌索普、罗宾他们正坐在观众席观看比赛。克林看着锣鼓喧天的比赛现场，问出了和我们一样的疑问：黄金牛肉到底是个啥？有那么好吃吗？坐在一边的美食四天王之一的可可解答了克林的疑惑。所谓黄金牛肉，是只吃高级且昂贵食物的牛，肉质美味绝佳，培养出来的肉质被称为肉质美质，因此价格十分的昂贵。娜美不知道从哪里听说黄金牛的骨头由数千克拉的钻石组成，所以黄金牛肉才价值连城。黄金牛肉好吃不好吃他不知道，但是他知道值钱的东西肯定就是好。人造人18号也是个爱钱分子，所以也是拼了命的往前冲。三伙人跟田径比赛一样疯狂的向前跑，跑到一个山崖处，却发现这里出现了通往不同地方的岔路。继续向前是陡峭的悬崖峭壁，往右边走是茂密的丛林，往左边走则是一望无际的沙漠。孙悟空、路飞、阿鲁三个实力派选手选择了勇往直前，毕竟悬崖峭壁对他们来说和平地也没什么两样。三人来到悬崖的顶端，发现这里有一滩岩浆，再往前看过去就是岛中心的竞技场了，胜利之旗就在那里。这时候孙悟空接到剑王大人的隔空传话，原来宇宙遇到了危机，孙悟空立刻瞬间移动离开，先去拯救宇宙了。另一边，杰乃和山治、孙悟饭、小松四人选择了森林路线，在这里他们遇到了捕获等级45的满腹狒狒的堵截。孙悟饭准备战斗，杰乃告诉他们这家伙是个吃货，只要吃到好吃的就能放他们通行了。山治微微一笑，做饭他最拿手，和小松二人做了一堆美食。狒狒吃饱了之后，对他们就不管不顾了。玲、娜美和龟仙人、布鲁克等人选择了走沙漠路线，结果没走多远，布鲁克和龟仙人已经热得要晕倒了。两个好色老者对娜美和玲发出下流的深情，被两人揍得老远。跟在后面的弗兰奇对同为人造人的18号十分有好感，追在他后面。玲无奈地说：“怎么都是一些变态？”弗兰奇和布鲁克、龟仙人都十分不好意思，变态这个称呼对他们来说太幸运了。而萨尼、乔巴、孙悟天和特南克斯跟在队伍的最后面。为了赢得比赛，特南克斯和孙悟天更是合体成为悟天克斯。乔巴看到后双眼直放光，嚷着要和萨尼也来一次合体。索隆不出意料的一个人走丢了，而且很不巧的被现场的记者拍到，并且转播到了大荧幕上。但是走丢的索隆并不孤单，居然碰到了美食四天王之一的泽布拉以及孙悟空的死对头贝吉塔。三人彼此都很看不顺眼，各自生化大招混战一起。转眼间，阿鲁和路飞已经抵达了比赛的中心竞技场。拯救宇宙结束的孙悟空也及时赶到，三人一起奔向场地中心。第一次竞争十分激烈，
竟然同时夺得了胜利之旗。那么黄金牛肉应该奖励给谁呢？曼萨姆站起身，宣布让3人在这个擂台上决出胜负。曼萨姆话音刚落，竞技场中间一阵剧烈震动，有擂台从中间升起，撒旦被这个震动震得脚下不稳，直接掉到了擂台上。全场观众掌声雷动，看来撒旦是给大家表演精彩的格斗技了。可是撒旦看着面前这3个怪物级别的人物，吓得已经双腿发软，自己恐怕要死在这个舞台上了。孙悟饭等人已经坐在了观众席上，一起观看3个参赛团队中队长的精彩决斗。比赛规则和天下第一武道会一样，只要认输或者跌出擂台外就算输。主持人宣布对决开始。孙悟空率先对路飞发难，他冲过去给了路飞一拳，没想到路飞的脑袋飞了老远，孙悟空吓了一跳。路飞借由脖子回弹的力量回敬给孙悟空一记头锤，另一边阿鲁则使出了10连丁拳打向孙悟空，一拳下去后停顿几秒就会有10连拳的击打效果。紧接着路飞使用2档冲向阿鲁，阿鲁使用插盾格挡下来，利用腿上的冲击波袭向路飞，孙悟空立刻冲过去将2人击飞。3人的对决十分激烈，热身结束了，3人准备认真开打。孙悟空变身超级赛亚人形态，使出了龟派气功，阿鲁则爆发出了美食恶魔的力量，使用18连丁拳。路飞使用3档武装色强化，3人招式撞击在一起，一阵剧烈的大爆炸。等到爆炸消失，烟雾散尽后，观众们惊奇地发现，孙悟空、路飞、阿鲁全部掉落在了擂台外，3人同时出局。而一直在一边吓得到处逃窜的撒旦，居然趴在被损坏擂台最后一块石头上，没有出局。撒旦再次用自己的运气造就了辉煌，成为此次决斗的唯一胜出者。比赛的冠军撒旦将战利品黄金牛肉分给所有人一起分享，大家边吃边聊，气氛十分愉快。娜美还真的得到了数千克拉的钻石组成的牛骨头。弗兰奇只想喝可乐，坐在他旁边的魔人布欧将酒水变成了可乐。弗兰奇大呼厉害，而此时此刻索隆还不知所踪呢。曼萨姆似乎另有什么计划。此时在小岛近海的深处，一个巨大的黑影正悄悄逼近。睿智且敏感的罗宾、比克和可可都觉得事情很蹊跷。他们问曼萨姆召开比赛的目的究竟是什么。曼萨姆说，这次比赛是为了捕获深海大胃王阿卡米而举办的，因为阿卡米很强大，而且放任不管的他会将世界上的生物都吞噬掉，所以集合这些强者过来，一定就有办法对付阿卡米了。大家正说着话，突然海里出现一个巨大的水花，在众人中间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一个小小的貌似河豚一样的可爱小鱼。杰奈说，这就是阿卡米，食欲如大海般庞大，是什么都可以吃光的凶猛鱼类。乌索普和撒旦看这个小鱼又小又可爱，完全没有放在心上。这时阿卡米突然张开血盆大口，伸出无数触角将乌索普和撒旦、孙悟饭绑住，当他们的力量吸收掉后膨胀了好几倍。孙悟空和路飞、阿鲁联手将阿卡米打飞，但是孙悟饭他们中了阿卡米的毒，需要在30分钟内抓住阿卡米，用他的身体做出解毒的料理，才能将孙悟饭他们的毒解开。众人立刻行动去寻找阿卡米。山治和萨尼率先遭遇阿卡米的伏击，山治用恶魔风脚进行攻击，却被阿卡米格挡回来。这时候比克赶来救援，3人一起发力，但他们的攻击对阿卡米似乎没什么用，结果3个人同时被阿卡米偷袭，吸走了力量。孙悟空在空中巡视，发现阿卡米似乎隐藏了自己的气息，无法进行感应。布鲁克和可可、孙悟天、特南克斯在一个分开的水道里寻找，布鲁克居然还有心情开着玩笑，结果被一截触手抓住，那只阿卡米已经变成了一条长着翅膀的怪鱼。可可利用毒箭斩断了阿卡米的触手，用毒炮攻击，阿卡米直接伸出触手将可可和布鲁克干倒。孙悟天和特南克斯赶紧合体。这时弗兰奇将军赶到，阿卡米可以吸收生物的能量，但对钢铁机器人弗兰奇将军却无效。不过弗兰奇想要释放激光，就需要从机器人里爬出来，这不就被阿卡米抓住机会干倒了。乌天克斯也好不到哪儿去，帅不过3秒，直接被阿卡米吸收能量，失去作战能力。当阿鲁再次见到阿卡米的时候，他已经膨胀进化到了十分惊人的状态，体型巨大，攻击力恐怖。阿鲁对他暂时没什么办法。此时孙悟空和路飞也赶了过来，3人一起联手对付巨型阿卡米。孙悟空感觉阿卡米的状态似乎有些不一样，阿鲁说这是阿卡米的最终形态，高级肥肉，力量是终极肥肉的100倍，味道也比终极肥肉要好上100倍，集合了所有鱼类的优点。路飞一听味道更好了，顿时来了精神。孙悟空变化成超级赛亚人，阿卡米也发动了攻击，3人分开，利用各自的技能对阿卡米进行狂轰乱打，将阿卡米打向空中。
孙悟空一招龟派气功将他打下来，下面接应的是阿儒，他使用了36连双丁拳。紧接着路飞就是一招象枪将阿卡米击飞，但是战斗还没结束，阿卡米又顽强地站了起来，对3人攻击。此时的阿卡米变身成了超高级肥肉，身形更加巨大，他的触手也长出了牙齿和嘴巴，就像一条条巨蛇一样攻击路飞3人。阿卡米甚至还会使用气功波，看来他将3人的攻击招式全部吸收了，不仅进化了自己，还学会了许多攻击技能，而且抗打击能力和吸收力更强了。这一下子就棘手了，如果3人不能干掉他，他就会吞噬地球上的一切生物。阿儒说，想要打倒这个状态的阿卡米，只能发动一次他无法吸收的巨大攻击。这种带有巨大能力的攻击，只有孙悟空的元气弹能做到，但孙悟空必须要有时间去积攒力量。于是路飞和阿儒则负责对阿卡米展开攻击，拖延时间。但是孙悟空攒了半天，却发现元气弹并没有积攒起来，原来是阿卡米在隔空吸收元气弹的能量。孙悟空隔空喊话所有的伙伴，大家一起伸手输送元气。有了这些强者的能量，元气弹很快积攒起来，越来越大。孙悟空将元气弹丢向阿卡米，路飞和阿儒则前后夹击。紧接着孙悟空变身成超赛3形态，一招龟派气功打过去，3人的力量加上元气弹的威力，阿卡米终于被放倒了。晚间众人将阿卡米烹煮一起分享，山治还特意将珍贵的黄金牛骨头煮成了牛骨汤，气得娜美大骂。篝火宴会的气氛一时欢快，就像阿儒说的，美食要大家一起分享才会更加美味。然而索隆呢，他和贝吉塔、泽布拉居然还在大乱斗呢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我是千木君，咱们下期见。